我不相信你会弹死我。商会老大哈维正在举办爆破仪式，一个一身许文强打扮的人走进了巷子，劫持了一个工人后换上了他的衣服。显然这身衣服不太合身。男人叫卡尔，是个名声在外的杀手，此次受人雇佣前来暗杀商会老大哈维。他来到顶楼取出自己的爱枪，找到一个合适的狙击点架好枪，瞄准了远处的哈维。就在他扣动扳机的时候，所处的大楼在一声爆炸中轰然倒塌。原来他好巧不巧选了哈维要爆破的大楼，子弹失去准头，擦着哈维的耳朵飞过。哈维摸了摸耳垂，以为是爆炸崩过来的石子。埋在废墟中的卡尔被发现，因为他身上的衣服，哈维及手下将他误认成了爆破的工人。卡尔被送进医院，不仅任务失败，他也失明又失语。哈维亲自前来探望自己的工人。这时手下拿着一颗在现场发现的子弹找到哈维，怀疑他耳朵上受的其实是枪伤，子弹上刻着卡尔的名字。商会的二当家吉米表示，最近摩门商会雇佣了卡尔，不过好在他这次并未得手。哈维却觉得卡尔不可能失手，这一定是他折磨自己的手段。哈维想亲自和这个冷血杀手聊一聊，他命令下属掘地三尺也要找出卡尔。殊不知卡尔此刻就近在眼前。此时一间摄影棚内，龙套演员魏成功正在给自己加戏，虽然是一个看不到脸只活几秒钟的角色，魏成功却还是在这短短几秒的时间里完成了人物弧光的创建。对于魏成功这种戏多的人，导演只想一炮崩死，他咬牙切齿让魏成功赶紧走。魏成功误以为导演让他到一边准备，于是便跑出去设计自己到底应该怎么演被炮崩死。魏成功前脚刚走，哈维就来到了摄影棚，手下迅速清场，只留导演米勒和当红影星米兰这姐弟二人。这些年哈维投资了很多钱让米兰拍电影，但他其实不爱花钱也不爱看电影，爱的是米兰这个人。哈维表示只要两人变成一家人，所有的账就一笔勾销。米兰却直截了当拒绝，说自己死都不会嫁给哈维。这时场地里一个气球爆炸，哈维一行人惊慌失措，以为是卡尔来了。米兰见状计上心头，他谎称卡尔是自己的狂热影迷，两人不久前才见过。哈维闻言表示自己想和卡尔交个朋友，只要米兰能将人找出，两人之间的账就一笔勾销。米兰提出给自己10天时间，旁边的米勒以为姐姐真的认识卡尔，说找个人哪用10天，明天就能找来。哈维闻言当即应下，明天他就要见到人。米兰根本不认识卡尔，姐弟俩商量着跑路，但最近的一艘船要10天以后。米兰自言自语卡尔到底是谁？米勒告诉他卡尔是顶尖杀手，没有活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米兰闻言所有所思。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，是设计好角色回来的魏成功。他卖力的表演被炸死后灵魂仍在无尽嘲讽的戏码。米兰探出头盯着魏成功看了一会，然后做出了决定。米兰给魏成功倒了杯水，夸他不仅演技精湛，还是标准的黄金16脸，简单来说就是15的月亮，16圆脸。这番话说到了魏成功的心坎，但还没完，米兰马上提出自己最近有一部新戏，主角是个杀手，想请魏成功来演男1号。这对魏成功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喜事，他一时间悲喜交加，难以自控。我们全家就你一个。敲定男主角后，一行人来到影城。米兰告诉魏成功这部戏没有剧本，需要他即兴发挥。紧接着米勒开始发挥自己编瞎话的本领，表示为了不限制演员的发挥，他们摒弃了传统的拍摄方法，隐藏所有摄像机，全面采用自然光，让演员完全沉浸在角色中。魏成功被一通洗脑，最后米勒告诉他角色是一个杀手，名叫卡尔。剧情梗概就是在米兰的介绍下，卡尔面见黑帮老大之后，就由魏成功自由发挥。演出当天，三人来到哈维办公室楼下，米勒嘱咐魏成功，摄影机都安排在对面楼上，自己不喊卡他一定不能停。魏成功不知其中凶险，信心十足地跟着二人上了楼。进门后，米勒喊了开机，魏成功随即进入角色，他一脸高深莫测地走到哈维面前，一屁股坐在了他的办公桌上。哈维吓了一跳，魏成功随即拿起桌上的刀，一脸狰狞地舔了舔刀刃。哈维满脸惊恐，问魏成功摩门商会给了他多少钱让他来杀自己。魏成功放下刀，一个旋转跳跃坐到了椅子上。哈维的手下纷纷掏出枪指着魏成功，魏成功还不忘调整站位，朝着对面楼说出自己设计的内心独白。紧接着几个跟头翻到了哈维面前，掏出枪挟持着他来到窗边，和众人告别后翻身倒向窗外。米兰和米勒也赶忙跑到楼下，扶起摔进垃圾箱的魏成功准备跑路。吉米将三人叫住，表示哈维请卡尔再上去一趟。米兰和米勒只能硬着头皮让魏成功再来一遍。魏成功还是那一套丝滑小连招，哈维摸清了套路，命人拿走了魏成功的枪，却发现这把枪只是个橡胶玩具。哈维十分欣赏魏成功的幽默和勇气，便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帮派。为了不让人物显得两面三刀，魏成功果断拒绝，再次挟持了哈维。米勒连忙喊卡，将魏成功拉到一旁，让他加入哈维商会，以免被乱枪打死，后面没得拍。魏成功表示明白，随即返回片场开始故伎重演。魏成功的表态表演让哈维对他杀手卡尔的身份深信不疑。哈维见魏成功来来回回做这把刀，表示真要喜欢可以送给他。魏成功马上按照米勒的指示同意加入商会，随后两人歃血为盟。
在场的小弟纷纷鼓掌。米勒松了一口气，吉米当即向哈维建议，今晚和意大利人的交易就由魏成功和自己一起去。没等米勒说话，魏成功一句求之不得回复了哈维。事到如今，只能继续演下去。米勒告诉魏成功，今晚这场戏他的任务就是当好一个翻译，安全第一，别再出幺蛾子。当晚，魏成功坐上吉米的车赶往交易地点，一路上他的精分状态都让吉米和司机胆战心惊，他们怀疑杀手是不是都这么变态。来到交易地点，吉米事先布置好了枪手，结果不出意外，双方的交易被魏成功一番加戏搅了局，现场枪声四起，一片混乱。最后魏成功戏精上身夺过枪一顿突突，意大利人慌忙撤退。吉米翻看钱箱，发现里面都是假钱，他误以为魏成功这番操作是因为早就知道这件事，随即将卡尔未卜先知十分危险这件事汇报给了哈维。哈维皱紧眉头，吩咐吉米盯紧魏成功。米勒发现一家酒吧有人在拍戏，为了不让魏成功起疑心，便设法蹭了他们的设备，让米兰陪魏成功在摄影机面前演一出。这一幕也被监视魏成功的吉米发现。我们全家敬你一个。当天晚上，米兰和米勒准备收拾东西离开，魏成功敲开门，支支吾吾地表示自己父母来探班，想请米兰一起吃顿饭。米勒以米兰身体不舒服为由拒绝了魏成功。米兰一直对利用魏成功这件事心怀愧疚，便将真相写在信里，想要偷偷放进魏成功的房间，不料却被魏成功撞了个正着。盛情难却，米兰只能留下来吃饭。魏母将米兰拉到一旁，告诉他两人的亲生儿子意外去世，为了不让本就眼盲的魏父伤心，魏成功就这样扮演起了他们的儿子，这一扮就是5年。米兰闻言十分动容，愈发不想再将魏成功牵连进来。他回到房间，却发现吉米绑了米勒，并且发现了他们的秘密。但吉米不打算告诉哈维，他要让魏成功继续扮演卡尔，然后按照自己夺权上位的剧本来演。这件事情愈发凶险，米兰不想再让魏成功掺和进来，便狠了狠心将他的演技贬低的一文不值，想逼他赶紧离开这里。魏成功大受打击，他在海边枯坐一夜，将米兰的话翻来覆去的想，最后毅然决然返回了酒店。看到吉米拿枪指着米勒后，他以为是在排练，于是误打误撞又进了吉米的局。米勒谎称吉米是金主，让魏成功听他指挥。吉米向魏成功简单叙述了杀哈维的剧情，魏成功觉得不太合理，吉米便让他在杀哈维和杀青之间2选1。魏成功为了自己的演艺事业，当即选择了杀哈维。吉米很满意，将一把枪交给魏成功，让他演好自己的戏。楼上，哈维正和吉米几人赌牌，魏成功按照约定推门而入，不出意外，他又没按剧本走，给自己加了一段赌圣的戏码。吉米没想到魏成功这颗棋子变数这么大，好在 NG 了几次后，终于回到了杀哈维这件正事上。魏成功扣动扳机，哈维瞬间中弹，场面乱作一团。魏成功有些恍惚，几个小弟一把抓住魏成功，要将他活埋去陪自己大哥。吉米将米兰绑了起来，他要得到所有哈维得不到的东西。为了让吉米放过魏成功和米勒，米兰答应和吉米成为一家人。魏成功死里逃生，他这才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假的，自己差点因此丧命。拿着米兰给的片酬，魏成功几乎是跑着离开的。后来他一度浑浑噩噩，彻底接受了跑龙套的命运。直到某天，魏成功无意中看到了一场戏，正是自己和米兰在酒吧里的那场。他热泪盈眶，决定回到小岛演完自己的男主角。这天是米兰和吉米的婚礼，魏成功和米勒策划了营救行动，他一人分饰多角，靠着拍戏的道具在门外营造出人数众多的气氛，骗过吉米后将米兰姐弟一救出。吉米很快发现异常，追着众人来到码头。魏成功准备的救生筏漏气，一时间几人被堵在码头无路可退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真正的卡尔推着哈维来到码头。原来哈维中枪后被吉米扔下了海，幸得一个渔夫相救，将他送到医院。因为子弹没有射中心脏，哈维不仅得以活命，还如愿以偿结识了真正的卡尔。哈维向众人揭露了吉米谋权篡位的事实，小弟们纷纷倒戈，吉米这个全剧唯一反派也成功被制服。一段时间后，哈维继续投资米兰姐弟拍电影，魏成功也终于圆了自己的主角梦。